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勇士老板发话，库里或被交易，什么情况？勇士老板克拉布在参与一档电台访谈时，针对近期队内弥漫的焦虑与低沉氛围，对于斯蒂芬·库里的未来去向发表了一番引人深思的言论。他强调，我们当然会与斯蒂芬保持密切的沟通，并尽力让他能在勇士度过漫长的岁月，但现实是残酷的，正如昔日旧金山49人的传奇四分卫乔蒙塔纳，尽管他为球队效力过长达14载，最终还是在1993年被交易至堪萨斯城酋长。世事难料，我们都期盼着事情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，但未来的不确定性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。克拉布的这番言论激起了广泛的不满，同时也无情地揭示了商业体育中资本的冷酷本质。无论库里如何助力勇士的市值飙升100倍，无论他为勇士夺得了4座总冠军奖杯，亦或是他将勇士的品牌影响力推向全球的新高度，在克拉布的心中，库里终究只是一名雇员。回想当初他对克莱的极度推崇，然而一旦需要克莱也同样被送走，毫无留情。这清楚地传递了一个信息，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能逃脱被交易的命运。假如你是库里，当你在一支球队中建立了无与伦比的王朝辉煌，为了这支队伍你曾奋不顾身，伤痕累累，即便最亲密的战友被迫离开，你也未曾放弃，以一己之力撑起大局，修补着管理层留下的裂痕，引领队伍重回胜利之路。正当世人皆以为你会成为这支队伍永恒的标志，实现一人一城的传奇之时，你的老板却在不合时宜的时刻暗示了可能将你交易的消息，甚至对你施加压力，让你保持沉默。面对这样的境遇，你的心中将会是怎样的五味杂陈？是惊愕，是失落，还是愤怒与不甘呢？咱们来聊聊库里。在西部那支表现不太稳定的球队里，勇士显得有些与众不同。怎么说呢？湖人那边一直在补强和被迫补强的循环中挣扎，战绩下滑就怪管理层无能，都快成为球迷们的口头禅了。太阳呢，则是典型的急功近利反遭殃，无论是老詹还是杜兰特加盟，大家都会觉得管理层的操作有点拖后腿。可库里这边情况就不太一样了，很多人觉得勇士管理层对库里那是言听计从，但事实真的是如此简单吗？记得那场输给热火的比赛，库里手感火热却0助攻，不少人都说库里和球队脱节了。现在的勇士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库里一发挥全队就跟着顺的勇士了。库里也陷入了超级巨星单打独斗却难以扭转局势的困境，他的表现对球队整体状态的影响越来越小，因为那个曾经无坚不摧的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库里会罕见的批评管理层，认为当年双线并进的策略是个错误，而2022年的总冠军是他们全力以赴之下创造的最后一个奇迹。输给热火后，库里心情很差，科尔也站出来发声，说他能感觉到库里的沮丧。库里渴望在最高水平的赛场上竞争，所以他现在正在努力应对球队缺乏竞争力的情绪。这可是库里进入联盟以来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。换句话说，科尔这也在含蓄地向管理层指出，勇士现在的这种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完全是他们操作失误造成的。在比赛的最后一刻，希尔德尝试的超远3分未能命中，勇士最终以101比104不敌暴龙，吞下败果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勇士竟然输给了近16场比赛中仅剩1场的暴龙。比赛结束时，库里的脸上满是困惑与不解。此刻，我最想对勇士球迷说的是，请正视球队当前的实力。金州勇士目前处于什么水平呢？状态好时，他们或许能争取一下附加赛的资格，但看看最近的战绩，5场输了4场，如果继续这样的表现，恐怕连争夺季后赛边缘席位的资格都要岌岌可危了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部的竞争有多激烈。目前排名前10的球队分别是雷霆、火箭、灰熊、金块、小牛、湖人、快艇、灰狼、国王和太阳，而勇士仅排在第11位，身后是战绩相近的马刺。季后赛席位只有10个，勇士凭什么能胜过前面的任何一支球队呢？
连换帅后的国王都焕发了新生。现在球迷圈中流行分锅，那么勇士的现状该怪谁呢？怪科尔吗？这种声音确实不少，每次勇士输球，科尔下课的呼声就会响起，甚至有人对科尔的批评到了极端的地步。但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主教练，科尔自然也有他的不足之处，比如他对小阵容的过度依赖。然而，除非科尔自己提出辞职，否则他在短时间内是不太可能下课的。所以在批评一个主教练时，我们也应该多想想他的贡献和优点。难道真的认为勇士所获得的4个总冠军，特别是最后一个是科尔轻而易举得来的吗？在科尔到来之前，勇士又是什么样的球队呢？我们不能因为享受了10年的辉煌，就忘记了科尔的贡献。我得说，科尔的那一套战术理念在当前的人员配置下确实难以施展，但是想要改变一个教练的用人哲学和执教风格绝非易事。他偏爱的小阵容要求球员具备出色的运动能力、外线防守的侵略性，还需要有如追梦格林那样拼命三郎式的球员以及精准的投篮。而现在的这支勇士这些条件都不具备，就像一台老旧的锈迹斑斑的机器输给暴龙，其实也在情理之中。暴龙队的球员，特别是他们的锋线，个个人高马大，臂展惊人。本场不就是被布歇在第4节打爆了吗？至于库里，无论球迷是否愿意承认，这位昔日的男神本赛季的进攻整体表现确实是他近10年来的最差一季。尽管他有过3分球8投8中的神迹，也有过对阵湖人时的爆发，但从整体能力来看，他的状态确实在下滑。对一名后卫来说，34岁往往是状态的分水岭，而库里上个赛季还能硬扛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作为球队的核心，拿着超过5000万美元的年薪，勇士如今的困境，他自然难辞其咎。而那最后一次仓皇的出手，或许正是库里近期心态的写照。自从去年11月23日以来，库里出场的比赛，勇士还未尝连胜的滋味。进攻端他急于抢投，防守端又被对手连连突破，这就是目前的现状。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，勇士队如今已经是步履蹒跚了。这个赛季很可能就在混沌中度过，而真正的转折点将出现在休赛期。未来的路该如何走，全看管理层的决策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应该陪库里走完这2至3年的职业生涯。有了库里这块金字招牌，老板的生意就不会差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等库里退役后再做打算也不迟。我还是坚持之前的观点，不建议去追求35岁的巴特勒，因为代价实在太大。即使巴特勒加盟，勇士的现状也不会有太大改观，并且乱投一是没有必要的。很多时候，勇士和湖人球迷对自己的球星期望过高，还幻想着季后赛甚至是总冠军，这实在是有些太贪心了。要知道，3月份库里就要迎来37岁的生日。回想起科比37岁时，我只觉得能看到他在场上打球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没有2022年那个奇迹般的总冠军，勇士球迷或许能少些苛责，因为那个辉煌的时刻距离现在并不遥远，大家还习惯用强队的标准去要求他们，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勇士队本身，还有球迷的心态。人到中年，或许应该更加淡然。哪怕勇士状态再不佳，输给暴龙这一结果仍然出乎我的意料。在本场对决前，暴龙近17战仅胜1场，对手还是摆烂的篮网。然而，这支状态低迷的暴龙却让勇士全场苦战，末节不歇的爆发成为转折点。不歇全场贡献18分，末节独揽17分，7投7中，包括3记3分。尽管面临暴龙这样的不确定因素，勇士在比赛末段仍有取胜机会，但库里投失关键3分。末节还剩45秒，库里5打4，局面下选择急停后撤步3分，防守球员紧贴，库里仍坚决出手，却未能命中。更糟糕的是，暴龙抢下篮板后直接长传，阿巴基完成1打0上篮，勇士落后3分。随后维金斯和希尔德投篮未果，勇士败北。库里全场表现中规中矩，17投9中，3分球10投4中，得到26分、7篮板、7助攻，但末节失误和糟糕的3分选择印象深刻。本赛季勇士多次惜败都与库里不太明智的3分选择有关，反映出他焦急的心态。输给暴龙后，勇士胜率跌破50%，19胜20负，排名西部第11。若马刺击败湖人，勇士将跌至西部第12。西部今年的竞争异常激烈，12队争夺6个季后赛和4个附加赛席位，其中2队将无缘附加赛。尽管许多人看好勇士至少能打进附加赛，但他们的席位并不稳固。
库里状态下滑明显，从上赛季的场均26.4分降至本赛季的22.7分。尽管1月份状态回暖，但勇士战绩未提升，勇士对库里的依赖加重，但他独自扛起球队的时刻却减少。库明加的伤病对勇士影响巨大，他缺席后，勇士5战4败。库明加是勇士最具冲击力的球员之一，他的缺席让勇士少了变化。科尔的轮转策略也引发争议，他长时间将穆迪排除在轮换外，最近因伤病增多，突然将其纳入，但表现不佳。里卡尔的轮换也显得奇怪，时而未上场，时而首发。在本场比赛中，他第一节未上场，第二节却打10分钟，下半场仅打7分钟，但最后时刻仍在决胜阵容中，这让人怀疑科尔对里卡尔的态度是否矛盾。尽管里卡尔发挥出色，5投4中得到13分、2篮板、2助攻，3分也2投2中，但他仅获得17分钟上场时间。下半场勇士急需锋线对抗对手，但里卡尔却未能上场。施罗德加盟勇士后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，但勇士引进他并未付出太大代价，因为梅尔顿已经赛季报销。然而施罗德的到来似乎让科尔的轮换更加混乱。此外，沃特斯为何能如此受到科尔的青睐，也让人感到困惑。随着赛季的推进，已经接近半程，但勇士赛季初暴露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愈发严重，这从他们的战绩上也能反映出来。赛后，科尔表示，这是我们整个赛季最令人沮丧的一次失利，但在我看来，勇士或许还有继续下滑的空间，最艰难的时刻可能还未到来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